朝鲜试射弹道导弹飞越日本，日本没有拦截，是不为还是不能？恐怕是不能、不敢、也不想。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卢小飞。朝鲜试射了2枚火星12弹道导弹，导弹飞越了日本上空，落入太平洋。紧跟着，朝鲜又试射了几枚短程弹道导弹。然后各主要媒体评论这2次导弹试射是对美国在东亚的部署和演习所做出的回应。美国和韩国呢也马上做出了一些反击动作，各自发射了2枚弹道导弹，并且宣称这些导弹精确地击中了模拟目标，展示了盟军阻止进一步挑衅的能力。然后韩国人就把自己的江陵空军基地给炸了。韩国说导弹发射失败坠落，这让我想起了李白的一首诗：千里江陵一日还。那导弹飞越日本，日本方面当然有反应啊，但是没有采取拦截动作。我看到有人解释说，日本就是没胆儿，而且受制于美国政府，美国爸爸不让拦，日本就不能拦。其实还真不是那么简单。首先要看这种导弹飞越，日本有没有权利予以拦截。朝鲜导弹如果越过日本的时候高度低于100公里，那明显是进入日本领空了，日本是有权拦截。而日本方面公布，这次试射导弹飞行高度达到1000公里，那这个高度可就不是日本领空了，日本哪来的权利去拦截朝鲜的导弹呢？即使从日本的国内法看，也不满足拦截的法律条件，因为根据日本的自卫队法第83款第2条明文规定，对弹道导弹落点进行判断，确认落点是日本本土或者领海，然后才能根据情况由首相或者防务大臣下令开火拦截。这次朝鲜导弹落点距离日本本土2000多公里，日本通过导弹的弹道就能判断出对日本没有实际威胁，当然也就不会拦截。第二，还要看日本的拦截能力。日本现在的弹道导弹防御体系主要是靠美国提供的标准3，它的作战高度是160公里以上，500公里以下。能否拦截朝鲜试射的这枚中程弹道导弹，还要看朝鲜导弹飞越日本青森县的时候，那个飞行高度是多少。就算当时没有到弹道的最高点，但是如果超过500公里，那日本还是拦截不了。除非日本海自的舰艇能够提前抵近朝鲜海岸边，打朝鲜导弹的助推上升段。而且呢，如果朝鲜真想用这种导弹打日本，完全可以用高抛弹道，射程6000公里的导弹，保留2000公里射程就足够用了。第三，还有政治层面的原因，日本应该也是不想拦截，毕竟判断出来这枚导弹不会落在日本领土上，那就没有必要去刺激朝鲜，让导弹飞过去就得了。而且这对日本来讲未尝不是个好机会。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俄乌战场，而朝鲜这次导弹试射能帮日本提醒美国，给日本更多的关注和支持。这个时候不哭闹不打滚还等什么呢？这事儿呢对俄罗斯也是好事。朝鲜能够发出一些核威慑，某种程度上比俄罗斯亲自出手还要更强，相当于多了一层缓冲，给俄罗斯增加了一个谈判筹码，让莫斯科更有战略灵活度。毕竟朝鲜现在能听俄罗斯的。至于中国的态度嘛，咱们早就说过，原则上根据联合国决议，我们是反对朝鲜这么做的。当然我们更反对增加对朝鲜的制裁，毕竟制裁不能解决任何问题，只会逼着朝鲜加快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发展进程，到时候谁难受谁知道，反正不是我们。如果美国还希望中国帮着劝阻朝鲜，那么美国不付出点成本，我们可以说朝鲜不听我们的。所以1枚导弹就撑起了东北亚一个舞台，大家都可以在这个舞台上把自己的台词念好。